除了这正门和这后墙的洞，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。难道这是小孩干的？我问你啊，你若是那个小孩，想从后墙爬屋进去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一，凿开洞口；二，爬进去；三，杀人。拿着。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。这上面有血迹。先敲了砖，再爬进去杀人，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。现在砖上有血，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，后敲的砖。所以是凶手嫁祸给那个小孩，要不然呢？可7到陈尸案的时候，凶手没有留下线索，反而现在要嫁祸给别人。难道只要蒲除山出了无头尸，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？你是说，或许这2个案子没有关联？有没有关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张庆师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，不是喷涌而出。血都喷溅在一侧，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。所以是人先死了，头才被砍下来，不是因为砍头而死。可人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人再砍头呢？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的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如今呢，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师的事情给查清楚。凶手呢，杀人在前，在墙上敲洞嫁祸在后，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。可是张金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4号房和5号房并排而建，你说哪个是4号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4，一个5，当然这边啊。哎，奇怪，这怎么也是4啊？哦，你抹的泥巴呀？天黑越暗，凶手只需遮住5号门牌中的白点，再用这个白灰在4号门牌上加上一点，那4、5就交换了位置。只需尸火双炸，分别回房。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，随便动了一点手脚，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5号房当成4号房住进去了。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石虎双煞兄弟一同住的苍鹿院，理应是一同回屋啊，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？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，把人跟丢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演绎一下。李莲花，你走错路了。这就是昨晚的玄机。这里雾气深重，正适宜布置奇门遁甲之术。高手呢无需多做，简单几步，便会让人迷路。李莲花，张庆虎和他哥哥就被如此分开了。原来如此。